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聽 Chinese Listening 101，我是小晴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力，永遠都有一個問題的阿力。阿力，你今天怎麼突然這麼好學？有什麼問題說來聽聽。我有一個美國朋友，他學中文的時候覺得量詞太麻煩了，所以他不管看到什麼都說一個。沒錯。很多外國朋友為了方便，喜歡把所有的東西都加上一個，像是一個桌子，或者是一個魚。對，雖然我們聽得懂，但是聽起來真的太機械化了，有點刻板。所以今天我們就來好好認識形狀量詞，這可是外國朋友覺得最頭痛的內容之一哦。沒問題，有我們在。保證大家聽完就不頭痛了。其實很多人覺得“個”這個量詞太無聊，但它可是中文量詞裡的霸主。只要用對地方，它就是最道地的中文。霸主聽起來好厲害，那什麼時候才能用這個霸主呢？第一個是用來數人的時候，我們不能說一條人，我們必須說一個人。2個學生，還有3個好朋友。一個人，3個好朋友，這個很簡單，我記住了。另外，個非常適合用在無具體形狀的東西上。無具體形狀，聽起來還是有點難懂哦。意思就是你的眼睛看不到，你的手也摸不到的東西。比如說你剛才說的一個問題。原來如此。問題看不到形狀，所以是一個問題。那如果我腦袋裡想到好點子，可以說一個想法，對不對？沒錯，一個問題，還有一個想法，這些看不到形狀的，派超級英雄個出場就對了。我明白了，數人或者無具體形狀的東西，我們就用個。那如果東西看得到形狀，你的大腦就要瞬間啟動 3D 掃描功能。3D 掃描功能？我的大腦又不是電腦，怎麼掃描啊？意思就是開口說話的前一秒，你要先用眼睛觀察這個東西是圓的、是扁的還是長的。我們現在就來幫大腦安裝這6個神奇的形狀量詞。太有趣了！我的掃描器準備好了。第一個要找什麼？掃描器的第一個模式，尋找平坦的面，面積很大的平面。我們要用量詞張。面積很大的平面，像是寫字用的紙，所以是一張紙。還有我們用手機拍照，也是一張照片。那如果走進家具店，吃飯用的桌子，還有睡覺用的床，它們都很大很重，要怎麼說呢？雖然很大很重，但是上面都有平平的地方，所以也是一張桌子，還有一張床。完全正確。中文在乎的不是重量，而是形狀。只要有大面積的平面這個特徵，我們就用張。學會大面積的張了，接下來我們來看輕薄切片的用法，也就是掃描器的第2個模式。薄薄的切片，我知道了，就像一塊厚厚的麵包，用刀子切開變成薄薄的，就叫做一片吐司，對不對？沒錯。如果它非常輕、非常薄，就要用片。肚子餓的時候，你打開包裝吃的小零食，也是一片餅乾。大自然裡面也有很多片。秋天從樹上掉下來的葉子，風一吹就會飛走，所以是一片葉子。沒錯，還有冬天下的雪，是一片雪花。這樣你的中文就會非常精準。我記住了，面積大且平的用張，薄而小巧的用片。接下來我們要比較2種長條狀的量詞。掃描器的第3個模式，尋找細細長長
會彎曲的柔軟的東西，我們要用條。細長又柔軟，會彎來彎去，這個好玩。想象一下，我們去海鮮餐廳，水族箱裡面的魚身體長長的，游水的時候會彎彎曲的，所以我們必須說一條魚。這樣聽起來，魚好像活過來了，在水裡游來游去。沒錯，看見水在地上流動，細細長長的，也是會彎曲的，所以那是一條河。還有，我們每天穿的褲子會隨着你的腿彎曲，所以要說一條褲子。如果柔軟彎曲，則用條；那如果是堅硬的，就要換用下一種嘍。掃描器的第4個模式，堅硬、筆直、不會彎曲的量詞叫做根。好，柔軟的條，還有堅硬的根，我準備好比較了。舉個美食例子，煮熟軟軟的麵條，因為會彎曲，我們叫它一條麵。但如果你去速食店買炸的酥脆、直直硬硬的馬鈴薯，我們會叫它什麼呢？當然是一根薯條啊，咬下去還會咔吱咔吱的。沒錯，去買水果，黃色長長直直的香蕉，我們要說一根香蕉；喝飲料用的吸管，直直硬硬的是一根吸管。原來如此，柔軟彎曲用條，堅硬直挺的用根，這個比較很清楚。沒錯。看完了長條狀的，現在我們把世界變得更立體，來到第5個模式，尋找圓滾滾的立體球狀的東西，只要看起來是圓形，可以拿在手上的，我們就用量詞顆。去超市買水果，看到紅紅的蘋果、綠色的芭樂，它們都是立體的圓球狀，所以是一顆蘋果。還有一顆芭樂。沒錯，如果你去買糖果，小小圓圓的，就是一顆糖果。小琴，只要是圓滾滾的都可以用顆嗎？那我吃飽以後肚子像一顆球，可以說我有一顆肚子嗎？身體的器官通常用一個肚子。如果你說一顆肚子，大家會以為像籃球一樣可以拔下來丟出去，畫面太可怕了，千萬別亂用啦。好吧，我還是乖乖說一個肚子就好了。我們來到最後一個模式，尋找厚實的、立體的一整塊，或者是不規則的，我們要用量詞塊。這個量詞在我們吃貨的世界裡超級重要。想象走進一家甜點店，看見厚厚的、鬆軟的巧克力蛋糕，我要大聲說：“請給我一塊蛋糕。”沒錯，除了蛋糕，去牛排館點餐，厚厚的牛肉也是一塊牛排。廚房裡的四四方方的豆腐是一塊豆腐。塊給人的感覺就是非常有存在感。我懂了。圓滾滾的立體球狀用顆，厚實不規則的用塊。沒錯，我們今天學了這麼多超有畫面的量詞，為了測試大家是不是真的安裝成功了，我們來做終極大考驗，叫做西瓜變形記。哇，西瓜變形記！我最喜歡夏天吃冰冰涼涼的西瓜了，快考我，快考我！第一步。想象在夏天，你去水果攤，看到桌上有一個又大又圓的西瓜，你要怎麼跟老闆說？又大又圓，立體圓球狀。我會說：“老闆，我要買1顆西瓜，幫我挑甜一點的。”很好。第2步，老闆把西瓜切開，切成有厚度的大三角形，你拿在手上，大口大口吃。變成有厚度、立體、不規則形狀，像方塊一樣，所以它現在變成了一塊西瓜，超級過癮。太厲害了！第3步，如果今天你去高級餐廳，
主廚把西瓜切得非常非常薄，優雅地放在盤子上當裝飾。切得很薄，變成輕巧的切片，面積變小了，這個絕對難不倒我。它變成了一片西瓜。恭喜完全過關！聽眾朋友們，你發現了嗎？同一個西瓜，因為形狀改變了，我們用的量詞也跟着改變。在中文裡，量詞就像變魔術的一樣，可以精準地告訴別人這個東西現在是什麼形狀，真的太神奇了。聽眾朋友們，下次開口說中文之前，請先停頓1秒，打開你的腦中的3D 掃描器，看看它是平坦的張還是厚實的塊。今天我們要在這邊出一個難題，考考大家。沒錯，請問大家，如果你買了披薩，到底應該是一片披薩、一塊披薩，還是一張披薩呢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你的答案和理由。也可以像我一樣，用量詞描述身邊的東西，讓大家猜猜看。像我現在掃描到一個圓滾滾、裡面裝滿西瓜的東西啊，那不就是你的肚子嗎？記得是一個肚子，不是一顆肚子哦。大家快來留言挑戰吧。節目結束前，我們來進行今天的跟讀時間，幫大家一次複習這7個最實用的量詞。聽眾朋友們，記得跟着我一起大聲念出來哦，讓你的大腦記住這些畫面。第一個，量詞霸主出動，形容沒有具體形狀的東西，例如一個問題、一個想法、一個夢想。一個問題、一個想法、一個夢想。第二個，形容面積大的平面，例如一張桌子、一張照片、一張床。一張桌子、一張照片、一張床。第三個，形容輕薄小巧的切片，例如一片餅乾、一片吐司、一片葉子。一片餅乾、一片吐司、一片葉子。第四個，形容柔軟會彎曲的長條，例如一條魚、一條河、一條褲子。一條魚、一條河、一條褲子。第五個，形容堅硬筆直的細長物，例如一根薯條、一根香蕉、一根吸管。一根薯條、一根香蕉、一根吸管。第六個，形容圓滾滾的立體球狀，例如一顆蘋果、一顆芭樂、一顆糖果。一顆蘋果、一顆芭樂、一顆糖果。第七個，形容有厚度的體積，例如一塊蛋糕、一塊牛排、一塊豆腐。一塊蛋糕、一塊牛排、一塊豆腐。大家念得非常棒，只要多練習，你的中文一定會越來越道地哦。沒錯，這是中文英文大不同第2集，內建 3D 掃描器，7個神奇形狀量詞大解密。對了，上一集我們講的是幽靈主詞，也就是教大家怎麼把句子裡的我還有你藏起來。沒錯，像是英文說 It is raining， 中文不需要 it， 直接說下雨了就可以了。學會省略主詞，你的中文會更像母語人士哦。還沒看過的朋友，可以點右上角進行觀看。喜歡這集的內容，請按個讚，讓我們知道，也讓更多人有機會能看到這部影片。
你的一個讚就是對小青和阿麗最大的鼓勵和肯定哦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你在底下留言。 See you next time. 我們下周見嘍。